那你出体的边界在哪儿呢？就说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你一旦出体了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去院子 A， 你可以去街道 B。那我说那你可以一直不停的走吗？你是整个地球你都能走吗？好，你整个地球都可以走了，那我就要问你一个更高级的问题。我说宇宙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诞生，时间的诞生是局限在一个宇宙内的。你在这个宇宙里面，你能不能任意地方走？如果这个宇宙能任意地方走，那我说你们再去下一个宇宙，因为我知道肯定是有很多个宇宙同时存在的。那我就想关心，就是你的这个能力是局限于在这个宇宙之内的，还是说不局限在这个宇宙之外的？这就是个边界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出体的能力放射到无穷大的一个环境里面，而这个无穷大是可以超出一个宇宙的时间空间限制的。如果你能放射出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你不能放射出去，我又会把你放到另外一类里面，就是这是一个无穷大。第二个就是无穷小，我能够在宏观世界里面游行游荡，那我能不能在微观世界里面呢？就是说我可以看大的东西，那我能看小的东西吗？那小的又具体能小到多小呢？就是我能看清楚分子之间吗？我能看清楚粒子之间吗？我还是能看到更细的而或者是涉及到空间是不可以一直不停的细分下去，就是微积分嘛，它就感觉是你可以一直分，但在物理学上他们又说，那你一直分，你能不能分到无穷小呢？那个上次 Ken 提到了个普朗克单位，那就是普朗克从量子力学角度说，他告诉你，你其实不能无穷分的，你不能分到无穷小。那我就说，那如果我出体了，那我能不能看到无穷小呢？在这个客观世界里，就是我就会问这种问题。那通过这种问题，我来得到一些佐证。当然你遇到就少，很多时候我还是在宗教文件里面来看，以前的一些人他做这种事情，他大概做到什么地步。但是我最后再提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有效的呢？就这样说吧，客观上我认为，如果出体到一定高经验的话，一定能力的话，我刚刚说那些事情都能办的。它其实可以不受微观宏观的限制，它甚至可以不受宇宙的限制。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就先说一个就是结论吧，先把结论说出来。如果唯物主义世界被推翻了的话，就说如果我拿纯唯物那套来解释世界是不太站得住脚的话，那另外一个要考量的就是唯心。一到唯心了的话，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心性是第一位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通过心性来运作的，是通过意识来运作的，意识是第一本质的。然后你心力强与否，取决于你对这个物质世界你能干预到多少地步，你能够做出多远。而我发现宗教很多宗教训练当中，它其实在训练你的心力，你的心力有多强。那大部分普通人的心力是几乎为零的，就是说你要让他观想什么东西，还观想不出。所以说呢，就是打坐也好，出体也好，我觉得在初期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就是说你就算脑子里面观想什么东西，那你是在乱想，你不会出现任何不好的东西的，因为你的那个吸引能力太弱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你顶多就是换个地方坐到那儿发神发呆而已。但是当你有一点水平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时候，就是说你有一些能力，但是你那个能力又没强到刀枪不入，或者说也没有所谓的护法呀，也没有所谓的人来保护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可怕的。就是你心里又有一定，你可以招来一些东西，你可以改变一些东西，但是你呢又不能确定你的这个改变是不是完全是对你好的，或者说这个改变能不能真正给你造成一个良性上的一个回馈，你不知道。可能你觉得会，但是事实上会不会，你心里是有个大大的问号的。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要么你需要老师，要么你得需要一个在灵界给你找个老师或者什么类似的情况，或者是你真的有个靠得住的文献来支持你。但其他情况你就很可怕。密宗就是搞这个事情，而且他们的提高的要求很高，他要寄生成佛，他不想给你搞那种什么，咱们修个10多20世吧，咱们慢慢转吧，修几个宇宙都行，几个大劫都行。那不行，他要寄生成佛。那寄生成佛就是，那你这个心力要强，要强到什么地步？这个是从佛教来讲，从基督教来讲，也是一个心力的问题。神和上帝，我觉得本身是一致的，就是你跟他没有什么质的飞跃的。在你的飞跃主要是在心力上的，你心力足够强，你可能在上帝你能创造世界。当然这个说出来就有点悬了。
但是他也给你投射出这个东西，世界的改变是以上帝的意志在改变。他其实告诉你的是，他的意志是第一性的，你物质是通过他的那个意志而折射出来的一个现象，展示在这个世界里面，投射出来给你看的，说他的意志是第一性的。然后包括我在看古埃及的一些祭祀啊，其实这个东西在祭祀文化里面非常多，就是祭祀也好，那个做一些仪式，比如说你想召唤一些什么，它其实训练你的都是心性。你召唤什么东西，你招不招得来，那看你心性是不是怎么样。对，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修行很多都是就修你那个心力有多强。你心力强的很多东西你说来就能来，你说干就能干，甚至你能够以心念来转移物体，来把一些物体上的东西给物质上世界给改变。但大部分人现在是做不到的。对，好，我的结论大概讲完了一些了。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跟我了解的也差不太多，就是确实不管是修行还是就是做很多玄学里边的事情，确实非常看这个你说的心力，像我会说你的这个觉醒的这个醒度，或者说你这个意识的这个强度，有好多种说法，但是就是在唯心定义里面的一些能力。对，不是唯物，不是我在客观世界看你的，比如说你肌肉强不强大呀，你今天能不能给我跑个100米呀？就是我不是看这些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些指标，对，我看的更是形而上的一些指标。对，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它就是所有的这些生物生灵他们的这个心所共造的一个梦嘛，就是我们平时做梦的话，可能就是自己做的一个小我的一个梦，然后我们在现实中可能就是比如说全球80亿人还有几百亿的这些生物生灵，他们一起做的一个共梦。其实你要想改变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在现实世界很厉害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心力很强的人，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执念，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意识的这种强度是远远高出一般人的，他能处理很多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就是普通人可能接受不了的东西，可能知道了就会崩溃，或者说是直觉特别强，这是我感觉。所以我这也是结合到触地想，我就在想，我不觉得他们只是这样说吧，他们有更高维度存在，他更高维度存在和他现这个身体之间打通的比较好，他有。我现在说叫直觉，我说悬一点，我跟你说个现象吧，我遇到一些很牛逼的科学家，然后我有时候在这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方向最后是那样子的呢？他就给我解释，最后我发现他过程全是错的。我说你这算错了，不是这个 number， 你这个东西也算错了。但我就觉得很诡异的，他的过程全是错，但他结论是对的。但是他不是作弊，因为他那个东西真的是前面也没人搞过，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他那个直觉就特别强，他告诉你，我觉得就是那个方向，我觉得大概最后那个结论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你去逼他，但其实我在干一件有点坏的事，我在逼他解释的时候，我让他硬算的时候，相当于就是按照我今天刚开始给你讲的，我拿人类的那种强逻辑去逼他，就说你得把这个逻辑给我理顺了。你既然有那个结论，对不对？那一步一步你怎么来的？你把这个东西具体跟我说一下。你这个时候会发现，他就算这个人很善良，他愿意跟你说，他很有耐心说，他说他会把自己绕进去了。这就发现他的生物体的在限制他，他的生物体的能力在限制他，就说你脑子其实转不了那么快。你是更高维度告诉你是那样子的。你包括伊朗马斯克，他们现在不是爱把马斯克讲吗？我说我是经历过马斯克当年刚刚搞电车的时候，那是一堆人冷嘲热讽，说你那个玩意儿就是在搞笑，他那个股票是几乎要完蛋了。我们当时因为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炒那个特斯拉的股，当时就人心惶惶的，就说这个特斯拉会不会倒闭啊？怎么搞电车呢？这个电车这个事情真是搞笑了。这个现象跟当年乔布斯搞那个苹果的手机一样嘛。刚刚我觉得出苹果的时候，那诺基亚呀、什么索尼、爱立信啊，
那些都是一堆人头头。我说你搞个手机没有按键的，你这不就离经叛道吗？你这不就跟疯了一样的吗？对吧？他们都有一个直觉，他这个直觉还是反常识的直觉，就是跟我们认为的所谓的公序良俗啊，或者我们认为的行业规则啊是不一样的。但他坚信他那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要逼他的话，比如说你假设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伊朗马斯克的投资人哈，你说你给我算一笔账，你说你这个电车这么好，行，我们今天算笔账，我今天给你投了100个亿，你告诉我5年后回报是多少？你要说他肯给你说个大数，他说你现在投我100亿，我5年之后给你1000亿。好，你说行，你1000亿是吧？那你具体给我算一算，你把财务叫来，你给我算一下，你这1000亿怎么出来的？你打算开多少家门店？你的销售是怎么销售？你怎么和其他的那大牌竞？你要让逼他好，他接下来就会被你可能就是说问的体无完肤。你就会发现你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你这数字都没有啊。那你的销售怎么出来的？你怎么告诉你能卖这么多量啊？就是你如果用这种强逻辑去逼他的话，就是说你会发现他说的那些东西全是空中楼阁。然后我觉得你在当时的时候，你会立马得出个结论，这个人绝对是个骗子。张口就来跟我说这是个大的幻想以后的市场可以统一世界大家都会用电车。我说那你有数据吗？你有模型吗？你请谁帮你做了这个调研啊？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东西一定是这样子的呢？你有没有什么政策风险啊？你有没有什么监管风险啊？你有没有什么财务上的东西？你这些都考虑了吗？你都没考虑，你跑我这儿说一些这有的没有的东西干啥？对吧？你马上就会说那你这个人不行。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强逻辑对人的一个限制。就是当我尝试非常理性用一些强逻辑去规范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走的速度会非常的慢，你几乎寸步难行。如果你要尝试回答我这种问题的话，那你什么投资都不要做。对，你除非就投资一些极成熟的产业，要不然你啥都做不了。那其次呢？但是很多牛逼的人就说我不回答你的问题，我相信我的直觉，我觉得就要这样做。我管你们这些大佬、行业大佬怎么冷嘲热讽，我觉得我离经叛道也好，觉得我这穷途末路也好，我就做。有些人他就做出来了。对，这个走向问题它太复杂了，就是你用逻辑是解释不了的，就超出人的这个能力范畴了。对，但是可悲的是今天我们就喜欢这套就是这个叫严谨，它有个很好听的词说我们这叫严谨。我们这叫对投资人负责，对吧？我不能让你的钱打水漂啊。但是严谨是做不了预测的，预测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对，但是大家也觉得说预测你的严谨，你不严谨你怎么预测呢？对不对？你说那个股票是经典的预测，但是你也得要去写个模型出来有一个模型叫做 Black-Scholes Mountain Differential Equation，那个东西就专门拿来搞期货定价的，包括算期货的那个风险。就是他们经常搞金融的人，就是什么 Greek letter， 就是希腊字母，什么阿尔法、什么刀塔什么的那些东西，他就要预测。我说那你这个预测准吗？你要预测未来准吗？很多时候是准的，但很多时候又但我又问了更深刻，你说准是因为你说服了大家都拿你这套东西来算它那个价格，所以说它就准了呢？还是说它本身是在预测未来？这个事情你这样子问的话，这个事情就很有关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最后拿诺贝尔奖了，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说现在就是他们搞金融圈的显学。那还挺厉害的。也不是，但我有暴论了，我只是觉得这个真是限制了人灵性上的发展。就是说，我觉得人开始在追寻强逻辑的推演的过程中，你就无可避免的被你的生物的身体给限制住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心力跟我玩这种事情。我玩到最后，你觉得玩不过那个知识的海洋了，我就是现在人类那个知识的海洋。其实很多优秀的那种投资人，或者说对直觉，行业分析师，他也是靠直觉，他觉得你这个方向未来有搞头，他就会投你，他不会说是给你分析一大堆，然后他决定投你，不是这样的。很多就是他感觉你很好，那他就会投。对。所以你需要有点伯乐对，你需要这个我又可以给你讲个例子，比如说是中国最爱讲到的马云嘛。那马云早期的时候，他很有直觉，是对的，就是该搞平台电商平台。但是你想哈，如果是大机构的话，就是要按照我刚才那套逻辑去框他，你框他，你真是一点贷款都贷不到，
你要去中行你贷不到，你去上银行你贷不到，你哪儿贷不到？因为什么？人家很严谨的，人家是说你不能一个小伙子，你把你那套东西跑我这儿讲一堆，我就信了你了。你得拿数据出来，你得任何东西你得有数据，你得有历史，我才站得住脚，还要有模型啊，你要有个成熟的商业模型。然后呢，那你遇到孙正义了，人家孙正义是典型的，我觉得是那个头脑，你只要把他说嗨了哈，他开心了，投你，至于具体什么情况再说吧啊，就这种情况。但是你想，阿里今天他的时运过了，他也变成他当年最讨厌那样子吗？我说你马云，你当年不就因为你的不羁你成功了吗？你现在在企业里面管理，你不是天天让人家，哎呀，那个黑话不都是那个什么，他们阿里搞出来了什么对齐颗粒度啊，又这样又那样的，哎呀，我说你就拿，如果当年孙正义拿这套东西去框你的话，去评价你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死在那儿了，你完了，你就一分钱拿不到了。感觉跟人生也挺像的，就年轻的时候会敢闯敢干，然后凭感觉，然后到了中老年就畏手畏脚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对，或者是更相信路径依赖了，然后更相信理性了，像这对理性的信任强过了对你零上的信任。对，我现在把直接归到零这种，他会认为零这种东西虚无缥缈的。那我们还是要相信理性，相信数据，相信白纸黑字写在书上的东西，写在纸上的东西。我不会信你在那儿跟我两个扯一大堆闲篇，不想听。你给我拿点你业绩出来，业绩说话，对吧？这个是我觉得社会现在悲观的地方。我是很悲观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依赖逻辑，依赖这些东西。对，但是他又不知道你那个逻辑其实走不到太远了，就是你稍稍走一走，你会发现。要么你走不动，要么就是你那个脑子理解，就是要么你那个脑子其实也理解不到，要么就是大家都理解不到，那就没办法。就是逻辑，如果你去深究，你会发现，要么它根基不稳，要么就是你走太远之后发现是个悖论，或者说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消化那套逻辑。就是说前人可能我把那个逻辑给你盘通了，就至少这一段我盘通了。我说那你要不要重新？那你顺着他那套你走一遍呗。就大学里面就让你干这种事情，你不是想学哲学吗？行，那我们这儿有课给你上。你把那课上完了，我估计也把你的心力耗完了。就是我就能看到有些人本身是很有热情的，比如说我想学哲学，我想学物理，我想学数学。对，我说那行，那我们现在上几门课吧。你把那所谓的基础课给他上完，然后你就把他所有热情全部给他消灭完。对，他可能。然后说我才不想学呢，管他的呢。其实我觉得学习这个东西，它就不应该说是按照课程来学，就是你想学自己学就行了。然后现在这个互联网啊，什么都很方便。然后老师你想去找谁，你去找就好了。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我说呢，刚才那个再往下引申一个东西，就是我刚才不是讲到说心力嘛，然后我引申到我说是人的直觉其实是心力的一种投射。我认为科学现在有个走偏的是啥哈？对，首中世纪开始哲学上有个观点，划分论或者是约分论，就是他认为什么？就是如果一个整体我研究不清楚，就这个东西太困难了，我就分，对，我就把它分成一个一个小的 discipline， 然后在每一个小的东西再具体再研究。如果我还是研究不清楚，我就再分。他是受这个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说在医学上说，你问我人会不会生病，那我说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怎么能一口气回答你？那我们就分嘛。那人有头、心、肝、脾、肺、肾，有大脑，我们就研究大脑。那大脑会不会出问题？那大脑这个也是太宽泛的概念了，我们就具体到，那我们再分，我们就看看他的这个脑细胞有没有问题啊，他这个脑皮层有没有问题，就一点点分。他分到最后就会出现今天大学里面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各行各业哈，它的分工越来越细到一个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地步。然后同时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各个专业之间是高度分工不合作，它还没法合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它很难办到。就是如果我们分的细的话，我说的专业术语和你说的专业术语，我们互相之间都是不能沟通的，就有点像修那个巴比伦塔。我说这个也是很好的预言。我说上帝哈就不想你们这些人修个什么塔，我通到天堂去。那我就把你们语言搞乱，你们就合作不了。我觉得学术界哈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领域研发出了自己一套自己专属的专业术语和学术概念的时候，就导致了我们只要是，比如说我是搞生物的，你是搞医学的，
但是你的医学分得更细，比如说你是脑外，你是外科，你是内科，你是脑，你是心，你是什么，然后我们之间就不能沟通了，可能我们是不能沟通的，就是你的专业术语和我的术语是对不上的。对对，有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时候就是需要那种全才，比如说然后也没办法双学位啊，对，双学位都不行了，我觉得，因为你现在东西越来越多，你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它高度分工不合作，然后就出现了就是整体论是非常虚弱的。这个也是很多中医和西医之间他们爱吵架的。就中医他们那套理论就是特别爱研究整体论嘛，就说一个人你要怎么看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你是要从整体来看，你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西方就说，那我们要单独仔细看的，我们要具体到各个指标上的，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细节的研究的。啊，我今天脑科我觉得你有问题，但我觉得你其他的问题，我就会把你推荐到别的科室再查一遍，最好是你全身全部查一遍，然后我最后再拼到一起看报告，我最后说你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这就是约分论和那个总体论之间的一个拉扯。然后我觉得今天科学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受制于这个分化的，它一定是要高度分工的。但是现在的知识越来越多，你分工到最后，我觉得你很难找一个人他能全部统一起来。对，主要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学，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然后能学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对，然后玄学我觉得它跟不一样，就是它知识的获取结构是不一样的，它是瞬间你就知道。这个我现在说起来有点悬，但接下来我会慢慢阐述。就是正常人类学习知识，我觉得在高维度生物看来是一种极其低效的方式在学习知识。就是我给你发本书，你看完了你问我，我出点题来考你，然后呢，我们是用正常的语言来交流，所以说我说出来话你还可能会误解，就是你不能准确的了解我的意思。但是数学为了解决这个办法，就说那我们把定义抠死嘛，就是我们想办法把每个定义都定义到毫无争议，就是一点儿你能挑刺儿挑不出来。然后接下来我把所有的逻辑结构写得非常的严谨到就是你就算是个刺儿头，你想挖我的刺儿，你想挑，你说你这儿万一有个什么漏洞呢，你都挑不出来。但是他是做到这一点了一定程度上，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你这一行就完全曲高和寡了，你门槛就太高了，你这个定义丢出来，人家可能都看不懂，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更不要说我花精力去理解你这套逻辑结构，那年纪只要稍微大一点的话，你根本你那个脑子就转不过来，你理解不到他那套逻辑了。对，这就是人现在这个认知体系受制于逻辑上的。就是如果你要纯跟他谈逻辑，你的体力是有限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数学界有个非常年龄歧视的奖，叫做菲尔兹奖。那个时候知道，这个奖有个非常歧视的说，他只给你40岁以下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发，你超出40岁就没戏了，就我不考虑你了啊！你再怎么着我也不考虑你了。然后我有时候跟他们聊，我说你这个40岁这个答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就说你怎么突然一下想出来40岁这个标杆呢？他们说的是因为他们根据经验来说的话，这个人脑力最活跃到就是能够处理他那些非常严谨逻辑的年纪，就是40岁就是个坎儿。他认为你超过40岁了，你就差不多就在走下坡路了，你那个脑子你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他就把40岁作为一个坎儿。那你说你这个多可怕，对吧？然后对，这个就是我就说人学习知识现在的一个，我姑且暴露一下，我觉得这就是个误区，就是为了追求极端的逻辑严谨，无形中的就把这个门槛弄得特别的高，然后很多人他就理解不到。是这样的，对，这个它有它的缺陷，对，然后但是我有时候讲它的好处，它有时候会逼着你做一些思想实验，有些思想实验其实是会引起你一些非常深层次的理解，这个深层次甚至可以辐射到，我认为可以辐射到对于高维度、对于临界的理解。我今天举个小例子吧，数学上有一个东西哈，就经常跟人争论哈，就是以前数学觉得不是个问题。但是后面这在我看是20世纪初，他们发现这是个大问题了，就是极限，就是首先是无穷小是什么意思？无穷小和无穷大这个东西在自然语言里面，我说给你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个问题，我很容易脑子里就想得出来，无穷大嘛，1 2 3 4 5 6 7 8 9 10，
一直往下数，自然数，你数，你就不停的数到最后那个概念就是无穷大。但是如果我非要给你扣研究说，那你给我定义一下什么叫无穷大，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他就发现他好像他那语言他好像就是你逼他的话，在那个年代哈，你逼他的话，你发现他好像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他们说的数学第一次危机。还有就是无穷小，就无穷大对应的就是无穷小，因为无穷小定义嘛，你可以说是1除以无穷大，那个得到的数字就是无穷小。那你既然无穷大你都跟我两个说不清楚，那我就说那无穷小是啥概念？你无穷小说不清楚的话，那我就说哦，那你那个微积分那套东西就失效了，因为微积分嘛，它先要就做极限嘛，你极限就说这个数字无穷接近另外一个数，我说那无穷是啥意思啊？你把无穷给我解释清楚。对，所以就这两个小概念哈，他搞不清楚，最后他就发现他那整个数学大厦啊就开始有点晃动了，就是你相当于是从基石上给他抽了块砖走，你就说来吧。但是这个同时，我觉得我上升到玄学上的东西啊，我就说，你看，这就是人类建立知识中的一个巨大的高成本的知识成本，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我给你挖出一点坑来，你整个东西就会出现问题。然后你为了弥补这件事情，你要消耗巨大的心力，你要消耗巨大的能力，你才能推进这一步。然后你的速度就会非常慢，也就是说，你真的要推到一个临界，比如说你想了解这整个世界，我说的这个整个世界不仅仅是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包括那个未知的世界，那我就告诉你，一代人肯定不够用的，一代人绝对不够用。那你就说，那你这辈子我就告诉你，你就没戏了啊，你就这样吧。或者那些研究出来的人呢，他又不像学术一样的，他给你写很多论文出来，你到图书馆还得查一查，你说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怎么样？他们有些人修到他们成功了，他就不告诉你了，或者说他只在他那个圈子里面说，就是人家现在说法本嘛，都是2个嘛，一个是可以给外面看的，还有一个是密本啊，你搞个密本出来，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也就是说，你想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干一些事情，你要在玄学修行上，那几乎就不可能。除非你有非常殊胜的因缘，就是真的你能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而且他8心8肝的，他愿意教你，那可能你这辈子可能就可以立马成就很大了，你可以憋个大的出来。但是其他情况就是，咱们相当于都从小学数学学，能学多远看你自己，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图书馆给你泡，也没有什么知识什么 paper 给你看，没有的，你就这样吧，你从头拉倒吧。对，这是我说一点。就是玄学，你觉得是要找一个师傅，可能你能走一点捷径。也不是，就是找师傅首先很难，我觉得。因为你怎么确定他是真的师傅假的师傅呢？对啊，而且对啊，而且人的能力判断是说，你对下判断是准确，你对上就很难判断。就是一个能力比我弱的人，我很容易看清楚，比如说他数学能力比我差，那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数学水平在哪。但如果对方水平比我高呢，其实高很多呢，我有时候可能看不太清楚。那老师也是这样的。先说哈，就最简单是你遇到个纯骗子，那个还比较容易。那你遇到那种半骗不骗的是最可怕的。就你说他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哎，不是，他还真有点能力，然后他的能力还刚刚高于你，所以说呢，你能感觉到哦，他是有东西的。但他那个东西有多到什么地步，他最后往上走，他是往偏了走还是往正了走，那这就有了危险了，对吧？就我憋在这儿害你的话，然后我能力还比你高一些的话，那我害你，我可以害得彻彻底底的。是这样的，对，所以这是比较难的。还有就是纯推理论嘛，我现在有些时候，我现在尝试的更多的就是纯推理论，看我能推多远。比如说，我接到刚才那个极限的例子讲吧。我说，如果极限这个东西，当数学上后面开发出来了一套非常严谨的语言来讲极限，但是那个语言就已经是跟叫什么自然生活中语言不一样了，那说出来就是不是人话，所以说就很难听了。而且我在教书当中，就是我教大一的人，我说咱们这个极限用严谨的定义，那基本上一节课讲完，一堆人就懵了。他说啊，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尤其是一些留学生，他说我在中国学极限，我觉得很简单的。怎么你们这一搞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极限就这么烦人了呢？这个其实不是学生的能力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这些定义是非常不自然的定义，它不是很自然的定义，而且跟人的生活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所以说呢，他很自然，他就抗拒，他说你讲的这套东西，我觉得不太舒服。对，那好，我说极限去到玄学上，我会说啥？就是
一个对边界的探讨。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吧。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